万变不离其宗，车辆一直都是赛车游戏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正值跨年之际，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2019年我们开过的那些车。我数了一下，2019年不算林诺和改装车，一共新出了28辆 A 车，分别是14辆钻石车、3辆勋章车、7辆点券车和4辆免费 A 车。刚好今年的这些车我全部开过，选车是什么鬼？没玩过的我全都要。好吧，其实我大部分车都只是期限的，买车我并没有花费很多的钻石，基本上月卡给的钻石就够用。只是改装这28辆车，我花了很多的钻石。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先来聊一下今年那些我觉得最不值得改装的车吧。其实说实话，有蛮多车我都挺后悔改了的，毕竟我的车比较多嘛，有的车属性稍微差了那么点，我也就不会用它了。不过不是人人都和我一样闲着无聊改车玩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只选那些和同类车相比完全不知道它出来干什么的那些车。按照出厂顺序，首当其冲的就是这辆燃魂真尖。这辆车不在我的账号里面啊，当时我嫌贵，要5万点券，毕竟对于我来说，点券就是科技点啊，所以我当初也只是借号玩了一下。当初它的升级版真尖也算是实现了全面 A 车的一辆车，虽然属性是烂到不行，但是作为当初平民玩家唯一的 A 车选择，很多老玩家对它还是很有感情的。而这辆车的升级版，说实话有点怪异，因为早就已经不是那个都还在开 B 车的年代了，点券车也都已经出到极光了，可以说它一出来，竞速方面就从来没有过出头之日。而刚开始还算可以的道具方面，更是被紧接而来的骑士精神打得彻底没了希望，最终呢也只能落个怀旧的名声。不过这年才刚过去多久啊？这个怀旧有点太快了吧。点券车一般都很超值，这辆车算是一个特例吧。其他的不管是被极音战歌压制的赤诚梦魇，还是被火焰追击压制的沙漠领主，也都是各有所长的，只有这辆燃魂真尖算是特例了。然后呢就是幻影战神，这辆车是第2季的勋章车，或许没有圣光血狐，它还是比较值得改装的，但是现实是有圣光血狐啊。这辆车比起圣光血狐提升简直可以说是不值一提，圣光血狐当初可是以一己之力缩小了氪金之间的差距的，而第2期的这辆车除了操控变得稍微好一点之外，真的也就没有看出哪里变强了。不过讲道理，第2期勋章的重点应该是在于宠物，买宠物送车也不能指望它好到哪里去吧。第3期和第4期的沧海和圣骑士王也是一样，沧海的提升比较大，而圣骑士王的提升比较小。我感觉勋章车就像是早年的 iPhone 一样，一代提升，一代稳定，隔代买才是王道。接下来呢是魅影王爵，乍一看这辆车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辆车可是一辆由钻石车升级花费钻石的钻石车哈，并且它的升级前置是很少人拥有的暗夜伯爵和猩红公爵，而且它赖以生存的特性也是远不如看起来那么美。它的特性看似有45%的覆盖率，但是因为它的特性在特性触发期间是不会再次触发的，所以使得它的这个触发率远低于45%，除非你真的是运气特别好，不然这辆车是真的不好用。比起另外几辆钻石车的升级版，真的是特别不值了。钻石车中其实大部分车都是很有特点的，不管能否成为最强 A 车，都是有它独特的一面的，而魅影王爵可以说是一个例外吧。当然这样的车肯定不止它一辆，其他的还有新舞者和惊鸿。新舞者呢是生不逢时，完全被追光压过风头，哪怕是有帅气的外观和小猪加持，也是无法敌过追光者的啊，既生瑜何生亮啊。惊鸿呢也是一样，前有无法匹敌的双生，后有高性价比的地狱天启。要说是前期强代替火神吧，好像也还是差那么点意思。同样的帅气外观，同样也是惨淡收场。说完了最不值得改装的车，那接下来可能就是最值得的车了。这边呢我也稍微尝试的排了一下名，黄色的呢就是纯钻石车，浅色一点的呢就是钻石的升级车，褐色是勋章车，蓝色是点券车，然后最后的绿色就是免费 A 车。因为车毕竟是人来开的，不能只考虑基础性能和特性，所以我也是分了2个榜，一个只考虑性能，另一个呢就算上各方面的因素，就像是操控性啊、友好程度什么的。不过就算上操控，双生也是今年强度最高的车辆。我先说一下，我是追光黑，因为刚出它的时候正值是车辆提升比较小的那个阶段，而这辆车呢算是当时提升还不错的一辆车，
当时我也没有在意它是一辆联赛车，可能寿命会比较短的这个问题，我直接就买了永久的。然后只过了2个月，我就开到了如此强壮的双生，真的是感觉到深深的背叛啊！很多人可能以为双生只是飞跃图强于追光，其他的什么基础属性都是不如追光的，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追光的基础属性在不触发特性的时候，可是被双生全面压制的，只有在触发特性后，属性才是会比双生强的。并且双生的特性并不是只有飞跃才能触发的，只要是单骑延续都是可以触发的，只是在连续飞跃的地图优势更大而已。这边我可以预测一下，如果明年车辆依然像今年这样出这么多的话，一定会有至少4辆以上的车强度会在双生与追光之间，甚至可能会有一辆点卷车。而明年这个时候能够超越双生的，可能只有钻石车和勋章车。如果到时候我预言没错的话，记得给我点个赞。当然你要是怕忘了，也可以先给我点上，到时候真预言错了再给我取消就好了嘛，对吧？相当公平。好吧，不开玩笑。还有一点是让我成为双生吹的关键，就是双生的后面跟的车是雷诺。雷诺可是联赛车，我们都知道联赛车会先有门票发售，然后在1到2个月后才会正式发售，所以呢，这样就等于说双生的强势期就被悄咪咪的拉长了，占掉了原本只属于雷诺的强势期。不过呢，虽然说今年最强的一车是双生，但是最值得买的车绝对不是它。双生的操控性分分钟能把人搞自闭，怎么可能最值？最值的车一定要拥有良好的操控性和优秀的适应性，以及不俗的性能和超长的强势期。没错，这些都能做到的只有一辆，它就是迅捷流星。这辆车刚出来的时候，我其实并不看好它，因为刚开始的时候真的以为这个特性就是给新手用的，万万没想到啊，这车的单气原来是直接开的不漂移啊，一路 CCC 就完事了。说到 C 了，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单气的简称是 C 啊？单气不是 nitrogen 吗？怎么简写是 N 啊？还有小喷，小喷官方给的翻译应该是 boost， 简写那样的话应该是 B， 对吧？这样 CWW 就应该叫……哦，好像知道为什么改名了。而改成 CWW 应该是因为之前端游的按键吧。C 就应该是之前端游开单器的 Ctrl 键 ，W 呢也就是端游之前的前进键和小喷键，所以呢就改成了 CWW。不过我还是觉得，要是叫 NBB 的话，就真的挺 NB 的。言归正传，迅捷流星这辆车是绝对当之无愧的年度最超值 A 车，尤其是你开了这辆车从一些只能平开氮气的地方跑过去的时候，看着身边的一群铁憨憨，真的是觉得买对了。今年的车总的来说都还是很实在的，比起第一年那种贵的贵死、差的差死的车，真的还可以了。至少单机小喷长度这种最基础的属性不会再出现当年蓝影飞跃那种短到完不成的情况。点源车也是比第一年多了太多，虽然说点源车的强度已经被勋章车取代了，但是总归也没有差到哪里去呢。好吧，那我们2019年就这样了，感谢各位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陪伴。未来的这一年，我希望我可以做出更多有趣好玩的视频，也希望我可以有机会去尝试更多的内容。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各位可以和我一起前行。我是 Jason， 爱你们哟。